有一天高中美术课，老师要大家画自己的手。初中时都是请人捉刀的阿三悟，还真是不知从何下笔。第一次叫我们画就是画自己的手，可是我第一次画手的时候，因为我画正面，可是我没有画过写生的画，所以我不知道后面是到底怎么画，所以我就把后面又转过来画，所以一张画画起来很奇怪，可是我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等到那个作业画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有成绩，可是我的画呢并没有成绩。不过我们老师呢叫陈庆辉，他大概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也鼓励我。他说：“你这手虽然画得不好，可是你的颜色非常特别。那么颜色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老师没有办法教给你颜色，可是对于形状呢，这个是死板的东西，我可以教给你。所以假如你想要来学画的话，那么我可以免费教你，你每天下课到美术教室来。那么从高二，你们下学期的第一堂课开始，我到美术教室，从那时候就开始有兴趣。这个学校等是我的开始，也是我一生的转捩点。”陈老师并非只在课堂上讲解，还十分重视户外写生。阿三悟刚开始跟陈老师一起出去写生时，陈老师要大家画土地公庙，而此时缺乏绘画经验的阿三悟，竟把悬在土地公庙旁边的电线画得跟电线杆一样粗。陈老师只有淡淡的说：“你画的这个电线是要画到天国去哦。”可是阿三悟却可以感受到陈老师认同他这种不受拘束的想象力。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时，阿三悟和其他同学一样，上午必须到校参加补习，为来年的联考做准备。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同学找阿三悟一起加入陈老师的写生行列。原本是一群人的参与，到头来剩下原本去看热闹的阿三悟最勤快。陈老师带着学生们在淡水地区不同的位置画观音山和淡水河风光，也到老街的教堂、白楼和乌屿一角取景，写生的足迹踏遍淡水的每个角落。而这段写生时光，也为将来阿三悟的学艺之路埋下一个重要的种子。作为阿三悟的启蒙老师，陈进辉时常地提醒阿三悟，他说：“上帝创造自然，艺术家描写自然。虽然你跟我学画，但是你不能画跟我一样的风格。如果别人一看就说这是陈进辉学生的作品，那就表示你没有自己的风格。”在以前强调派别及画风的年代，陈老师却是具有前瞻思维且胸怀大气地鼓励着阿三悟。虽然倾力相授，但却期望将来的阿三悟能走出自己的风格。而这样的气度和心胸，让阿三悟一直牢记在心。高三的那一年，在陈老师的指导下，阿三悟画2张150号大画在新建宿舍大楼的餐厅墙上，并且叮咛阿三悟：“你将来的人生无路可走，只有走艺术这一条路。”这句话仿佛就像是紧箍咒一般。日后阿三悟在步入社会以后，虽然有其他崭露头角的机会，然而一想到启蒙老师陈进辉说的这句话，阿三悟就会放下所有的名利诱惑。那我就问老师说：“我是不是能够考美术系啊？”陈老师说：“你将来只能够走这条路。”幸运的阿三悟在淡江中学里遇到了如严复般的陈思志校长对学生们严格要求的生活教育，另外又有像陈进辉老师如慈母般的无私与呵护。阿三悟在这个兼具日式教育管理与西方独立精神训练的校园里，找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的认同与成就感。从此让阿三悟开始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是他艺术启蒙和自我人格养成的重要时期。除了在学校上课，淡江的宿舍生活更是充满回忆。淡江中学的宿舍管理，除了有舍监老师以外，还会指定部分高年级的同学担任室长协助生活管理。阿三悟在担任室长时，有次在巡视晚自习的秩序，看到学弟廖树琴偷偷的在养蚕，因而过去提醒这位学弟，不要在晚自习的时候做与学校课业无关的事情。在养蚕事件后的某一天，廖树琴的妈妈林琼仙女士来学校探视廖树琴，遇到阿三悟，并跟他说：“听廖树琴说，市长也喜欢画画，我先生是个画家，你哪天到我家，我介绍给你认识。”后来阿三悟跟老师陈进辉一打听，才知道廖树琴的爸爸就是当时有名的大画家廖继春老师。之后阿三悟就跟着廖树琴去拜访廖老师，
并随身带着粉蜡笔和速写簿。虽然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难掩兴奋之情地走进廖老师的画室。而这间2层楼的画室，也将阿三悟带进一个他从未想过的艺术人生。